各位朋友，有句老話叫天欲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宜，必受其殃。台灣問題呢，这個統一問題啊，中國是錯過了很多的時間窗口。現在呢，川普訪華回去以後，這個時間窗口又一次絕佳的時機來到了。朋友們，有人說不對呀，川普这次訪華，雙方連個共同的公報和共識都沒有公布，那說明什麼成果都沒有啊。你這麼想就太簡單了，朋友們啊。雖然呢，川普這次訪華接待規格之高和最後呢沒有形成文字的東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呢有的時候不說，那就更加的意味深長了。朋友們，台灣問題有幾個方案，对吧？脫不了這個框架，一要不就談，已經證明呢，這談不下去，和平統一無望，別管是指望誰，對嗎？二要不呢就打和談相結合，走北平模式。第三個呢，要不就軍事封鎖，經濟圍困，走步步為營，步步緊逼之路，分別由外及內蠶食解決問題。第四呢，要不就一步到位，武力統一。各位，這幾種裡邊，你覺得現在這個時間窗口是適合哪一種啊？無疑就是我們昨天視頻裡邊我給大伙分析的第三種啊。川普已經明確表態了，這是這一次的會談中國想要的最大的結果，就是美國不支持台獨，終於明確的說出來了。而且美國不會為了9500英里之外的一個小島打一場必敗的戰爭，這就是中國最想要的態度。各位，你們同意嗎？川普的這一次其實達到了這個中國想要的最想要的這個結果。在对外介紹會晤成果時，中方重點談的仍然是台灣問題，而美方卻對此隻字不提。而這樣一種現象，也就被別有用心的人解讀成了美國沒有出賣台獨，賴清德可以放心了。那麼對此我的看法是，美方的新聞通稿中完全避談台灣問題，恰恰是屬於此時無聲勝有聲。美方在這個問題上越是一反常態的保持沉默，賴清德當局越是應該感到後背一陣陣發涼。我們不光要看美方說了什麼，更要看美方沒有說什麼。美方的新聞通稿中雖然沒有對中國大陸做出承諾，但是也沒有對台灣方面做出所謂的再保證，這無疑也是一個極其微妙也極其重要的变化。繼去年底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破天荒地忽略了台灣之後，美方發布的新聞通稿中再度忽略了台灣。我認為把這些現象匯總起來，實際上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涉台政策正在發生某種潛移默化的戰略性轉變，轉變的方向就是台灣不重要了，台灣被邊緣化了。現在那中國該怎麼辦了呢？這個時間窗口已經打開了，我覺得中國這次不應該再錯過了。就是我曾經建議過的，現在就開始應該統一台灣的進程，採用第三種方案，以武逼統的這個方案了。該幹嘛幹嘛了。但是這期間呢，這盤棋啊，真正難的地方就是怎樣用最小的代價把這個台灣的主動權一步一步的拿回來。而且呢，這邊呢還要警惕什麼呢？還要警惕賴清德的認慫，維護兩岸現狀的這個言論。賴清德當局呢，他們現在呢是基於美國政客表述的漏洞他們表態
哎，你美國不是說你不支持台獨嗎？我們也不台獨啊，我們要求維持台海兩岸的現狀啊，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你看，這不就是美國表述的漏洞嗎？对不对？川普雖然給他畫出了紅線，但是呢，人家賴清德可以說呀，5月16號嘛，賴清德辦公室回應了川普訪華後不希望看到有些人獨立。他表示，賴清德向來主張維護兩岸現狀，這是2300萬台灣人的不變堅持。實際上，賴清德企圖實現兩個綁定，一方面把自己主張維護兩岸現狀和川普不希望看到有些人獨立綁在一起，另一方面將自己的維持兩岸現狀和2300萬民眾綁在一起，完完全全是替川普和台灣人民，把川普和台灣人民當作自己分裂两岸的工具。事實上，3天前賴清德還預錄視頻的方式參加了丹麥的那個所謂的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在國際場合公開叫囂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此該怎麼辦呢？川普反對台獨絕不是支持兩岸維持現狀，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這是警告賴清德，但是呢，賴清德順杆爬，把這個話反着解釋，稱自己維護兩岸保持現狀。這個呢，大陸呢要明確兩岸的和平發展這個不是容忍兩岸始終保持現狀。統一才是目標，不存在不統一的和平。川普的對台表態雖然意味着這個對台獨已經是替他們敲響了喪鐘，但是呢，也並不意味着大陸不會對台灣採取斷然措施，而只是說明促進統一的時機更加成熟，阻力在不斷的減小而已。賴清德以維持現狀來忽悠川普企圖化解川普反對台獨帶來的負面效果。這個呢，大陸方面一定要警惕目前最關鍵的是，不是川普如何表態以及是否军售，而是中國該如何做。尤其是一旦出現美國肆無忌憚的对台繼續军售，中國的反制措施會如何？中國的一些觀察家們也是看着着急，提醒中國政府至少要做很多步驟。第一，一旦美国繼續對台軍售，立刻停止和美國達成的全面合作，讓川普得不償失。在台灣問題上如果越線，川普這一次就是白跑了。對於這一點呢，必須戰略清晰，態度堅定，行動有力。第二呢，一旦美國繼續對台軍售，就啟動對等的制衡的武器出口的措施，向對美鬥爭的國家出售武器裝備你賣1台我就賣10台讓伊朗等打擊美國的力量強大起来。其實這也是避免單邊的讓美國對他們進行欺負的有效的策略，契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吧。第三，一旦美國繼續對台灣軍售，全面封鎖海空航線，啟動沒收向台灣島內任何地區運送武器的這種攔截措施，讓美國对台軍售成為類似於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繳獲武器裝備。但不同的是當時呢，解放軍是為了武裝自己，现在呢是为了作為一個對台進行統一的一個標誌性的動作，一定要開始了
朋友們，記住偉人的那句話，以鬥爭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则和平亡。川普现在表態反对台獨，這是中美兩國此消彼長的國事長期鬥爭的結果。有了這個基礎，一定要抓住時機，進一步的果斷的對台獨的這些倒行逆施者採取斷然手段，促成祖國民族統一的大業呀，民族復興，這是又一個絕好的窗口，還要錯過嗎？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